岗起义，革命明星队精锐尽出，黄兴跟赵升拟定实路进攻计划，各省响应联动。最重要，黄兴亲自率领攻打两广总督署，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最后推迟到4月底。黄花岗起义非常多年轻要角。林觉民与妻诀别书，吾自玉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金山，满街狼犬，称心快意，不顾汝也，为天下谋永福也。方声动布役前禀父书了，妾自满洲入关以来，凌虐我汉人无所不至，瓜分之祸已在目前。故欲保全国土，必自驱实满，而续此志已久。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而虽死亦乐也。这样的年轻人就在这一次为国捐躯了，让人感受到救大义而舍自身的情怀。发放出来的光跟热，造成昌起义，全国响应，一举颠覆满清王朝。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来座谈，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一修。我们今天继续来聊历史讲堂哦。最近我们在聊革命史，师徒失明系列已经进步到了革命最后的2大场战役也就是黄花岗之役上讲我们提到孙中山呢心灰意冷结果没想到去了美国之后满血复活了，不但呢搞到了人，又搞到了钱，气势又回来了，当然是要大干一场。选了一个地方打蛇打7寸，要直接直攻广州，所谓两广的心脏命脉两广总督那还有可能达成吗？历史上的黄花岗72烈士之一它到底最后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孙中山远程遥控，而黄兴呢第一线作战指导这一场可以说是孙黄联手轰轰烈烈的再次回到了革命班列这时候清政府确实是相当的有戒备到底这一场革命有多么的轰烈，他又是怎么样艰苦卓绝的准备，而且冒出了非常多的新生代，这些人又是谁呢？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聊一聊黄花岗72烈士的正式的故事那我们来欢迎呢我们的王立本老师，小好。主持人好，还有全世界的朋友大家好。像这一次革命孙中山飒爽归来，组了一个革命明星队要干就干场大的，要打了就直接打广州，不跟你客气因为之前战力不足所以只能打边关这次有人有钱有粮有军械，就只差呢把革命给做大我们先讲一下这次革命全明星队，就我观察应该算是相当完整的，除了判出去的光复会之外基本上几个要角，甚至立宪派的陈炯明都直接变主力干部啦。对，没错这一次的革命的阵容来讲，或者我们说就层级来讲，可以说是最高的一次，因为革命党的领袖孙中山、黄兴是这一次革命亲自的策划者，也是参与者因为就之前已经有过发动革命经验的赵升、陈炯明、胡汉民、胡义生等等，都是担任主要的领导干部，可以说是精锐尽出，对不对？再加上这一次革命的力量都许许多多都是海外的侨胞或者是留日的学生，这些留日的学生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之精英，当时中国社会很重要的一个群体就是留日学生这些留日学生后来到了民国时期，对整个中国在民国之后的发展也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们可以说这一次孙中山把他在日本这么多年来吸收的最好的一批干部也全部都拿出来，可以说是势在必得。你知道就历史的发展来看，最后的结果还是没有成功。孙中山在多年之后黄花岗72烈士的墓志铭里面也讲到吾党之精华付之一炬，但是付之一炬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全毁，但并没有，因为他所发放出来的光跟热最后就直接造成了武昌起义，全国响应，把满清王朝一举给颠覆掉了那这一次的革命他把组织都有相当完备的一个任务分组，所以这一次的革命比起前几次边关小城的起义已经到了战役准备的层级了基本上对革命党来讲，革命已经闷了太久。各位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东京的留学生，你是同盟会会员，你满腔的热血，这几年同盟会是什么德性？一定让你很痛苦，对不对？就为了钱的事情吵架吵成这样，全国各地这边暗杀那边暴动，但是都没有一个股的力量聚集在一起来。那孙中山就是要把这几年来零星分散的力量拧成一根绳子，能够在他最熟悉也是最重视的广州发动一次规模重大的起义希望能够一举把满清政府颠覆
另外，广州新军起义也给了孙中山很大的信心啊。新军起义差一点点就成功这件事，也让孙中山吓了一大跳。原来广州这边还是有许许多多的同志的啊。所以这一次很重要的主角戏的就是赵生嘛，所以我们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好像都有了，现在就只差把这一次起义付诸行动了哈。OK， 我想这次起义，孙中山之所以信心十足，还有一个点，你看了陈炯明作为立宪派也是完全加入到了革命党里面。对。那像陈炯明为代表的广泛具有社会基础的这些士绅阶层，或者是新知识分子呢，已经更大规模倒向了孙中山，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开始打破地域性。孙中山跟华兴为首的兴中会、华兴会，跟后来光复会啊，之所以在同盟会大分裂，其中一个因素其实是地域性质的差异，彼此之间各省人之间是有很强大的藩篱的。可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已经是各省响应、各省联动。比如说像赵生，他从安徽下来的嘛；陈炯明他就属于在地士绅阶层，那胡汉民呢，他就是新知识分子；还有黄兴，湖南湖北两湖人士的大当家。所以这样的一个广泛性啊，让孙中山很有一个信心跟底气，而且海外华侨也基本被孙中山完全扣在一起了。所以可以说啊，当时在国内的情势呢，孙中山的感觉是一片大好，在整个海外的侨社里面也是呢鼎力相持哦，已经100同盟会大分裂的阴霾。尤其你看光复会脱离出去之后，也没搞什么大的啊，所以孙中山这一次确实啊，要搞大的就我来当老大，好好来执行这个计划。那我刚才讲到计划是非常缜密的哦，学长他们怎么来分配进攻的计划呢？起义如何来进行任务分配？比较熟悉前线军事指挥的2个人，一个就是赵生，另外还有一个当然就是孙中山麾下第1号战将黄兴，对不对？基本上在起义前的2个月，他们把所有准备要打第一线的同志集合起来，开过几次的会议的，拟定了一个所谓10路进攻的计划。各位请记住哦，这一次参加起义投入到第一线作战的同志，其实人数并没有那么多，所以对黄兴他们来讲，如何有效的分配跟利用兵力，能够进攻重点地区是非常重要。根据我们看到现在的资料，在1911年的时候，当时广州市人口已经超过300万，而且龙蛇杂处，里面有很多外来人口，所以是一个很广大、很复杂的一个城市。所以你如何要有效的运用跟分配兵力就非常重要。最后的结果是黄兴跟赵生决定所谓的10路进攻计划。首先第1路就是最重要的，由黄兴亲自率领南洋跟福建的100名，南洋就是主要是从南洋加入的华侨，当时被称作叫旋风啊，准备攻打两广总督署。各位，这是最重要的，当时整个两广地区军事跟政治核心，能够一举把满清政府的指挥中枢加以瓦解，斩首作战。我用今天的话讲啊，第2路就是由赵生来率领，主要是江苏人跟安徽人。各位，为什么要用省级来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到时候在语言上沟通没有问题，也是100名旋风进攻水师琴台，就是水师总部。对，水师总部有一位非常强悍的人物在里面镇守，水师提督李准，多少革命党死在他手上，我们就可以想象哦。这个艰难的任务也交给赵生来负责。再来是徐维阳跟莫继鹏率领江北，主要指的是苏北跟皖北地区的人，有100名旋风准备攻打都练公所。什么是都练公所？就是警察跟军人的训练总部。另外，陈炯明跟胡义生率领民军，这个民军其实就是会党，当时已经不称自己是造反，称自己是军了，对不对？有民军和东江，东江就是广东人嘛，100人旋风啊，负责拦截清军，占领归德门和大北门的城楼啊，要把有可能从城外进来增援的清军路线截断啊。对。再来由黄霞义、梁启所率领的东莞人100名旋风，攻打警察署跟广中协署，同时防守大南门。另外，姚宇平率领100人攻打飞来庙和小北门，以便放新军入城。我们后面看到，当时他们想要策反一些新军，那这些新军主要是广东新军第2标，那第2标的新军主要是住在城外。另外，李文甫率50人攻打司马曹军械局，抢军火啊！简单说。另外，张六春，我告诉你，李文甫、张六春都是华侨，率领50人攻占龙王庙。据说这个龙王庙刚好就在港口旁边，靠近码头。也是说水路的运补可以进来，而且如果一旦成功，要跟香港方面联络。另外，洪承典率50人攻打西环2巷的炮营。据说满清政府有几门野战炮，平常不用的时候就摆在这里。另外，罗仲霍率领50人
准备攻占电信局，破坏对外的联络。所以各位你看他这个计划是非常缜密的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成立了所谓的放火委员会啊，各位知道吗？放火委员会很多里面是由同盟会的女会员负责，因为女人手上提个菜篮，没有人会觉得她有什么问题。其实里面不是摆菜，也不是摆小孩，那个菜篮里面摆的是火药跟炸弹。必要的时候，就在广州市的旗界跟租界，我们要在那里放火。为什么要放火？就是制造混乱嘛，就让满洲的军警搞不清楚到底重点在哪边，趁机把所有重要的据点拿起来。这个计划算是相当完整，关键就是要看到时候执行的彻不彻底，能否顺利的加以推动。好 ，OK。我想这个计划确实想到方方面面，而且用最少的人力啊。那为什么要那么少人力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考量到这是一场突袭式的，这个就是革命跟正规军的一个差异啊。革命它是化整为零嘛，它等于是把你各个击破，这么少人可以办得了事嘛？如果以突袭来讲啊，当时警卫或守卫啊，他们如果没有很好的应对的话，那面对这些训练有素的革命党，有可能一举就突破了。问题就是说什么时候要起义呢？但是这个起义的时间啊，据说是一波三折啊，学长。这个起义的时间就很难敲定。为什么很难敲定？有各种原因，除了我们刚刚讲各路的人马，你要把它纠集起来很困难。而过去我们有讲过嘛，我当时的联络器械没有今天这么方便，而且也不敢发电报，发电报很可能会被发现，所以只能用人力来传输。那还有一句话，计划永远跟不上变化，对不对啊？当变化发生的时候，你能不能及时通知就非常的麻烦。开始的时候，黄兴、赵生等人是决议起义时间在4月13号，但是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也是很大的一个变数。当时有一位革命党人温生财，这是一个热血青年啦啊！他当时就非常痛恨广东的水师提督李准，李准很难不让革命党痛恨，对不对？多少同志的鲜血在他手上。当时温生财埋伏在路上，他算好每天李准上班必然经过的道路，准备等到李准的轿子经过的时候，突然间开枪把李准给打死。就没有想到这一次他看到一个轿子来之后，冲出来开枪，真的是把轿子上当时就在旗舰营的头领广州将军胡奇打死。所以你不要看他的名字叫广州将军，听起来很威，对不对？对。其实这时候这些旗人已经没有什么用了。那你这一枪是打死了一个大官没有错，但却杀草惊蛇嘛。你就让当时的两广总督张明启跟水师提督李准就发现到城内的状况不妙，风声鹤唳，竟然有革命党在这里发生了，所以当时满清政府就开始调动军警，加强戒备，道路上开始到处设哨点来盘查来往的行人啊。我们晓得这样最不可靠就是人的嘴巴，对不对？很快风声就传出去说革命党这几天要起来，满清政府也知道啊，也不是傻瓜哈，所以在这个时候被迫要把整个革命发动的时间要改。最后由黄兴等人决定推迟到4月底才进行，所以我想这个实在是让黄兴他们真的是措手不及啊。再来，这个就造成了革命时程的一个严重的拖沓，黄兴呢只好开始改变作战的方针要先拖延到4月底再来进行这个拖沓有做了一些处理那计划改变了，像计划如何改变？黄兴在4月23号的时候化妆偷渡进入到广州，相当惊险。当时在城门满清的士兵是用广东话来询问。据说黄兴在香港还恶补了粤语，运气还不错啦，总算还混进去了。混进城内之后，就跟城内的同志相互联络。联络好之后，就决定把起义的前进指挥部设在月华街的小东武营5号。为什么设在月华街？因为这个地方据说距离两广总督府很近。简单说，在进攻两广总督府的时候相当方便。4月24号的时候，起义指挥部开作战会议，讨论各种起义的事宜。胡义生是胡汉民的堂弟，那胡义生长期以来跟着胡汉民都是在广东、香港一带活动，所以他对这一带的状况很清楚。陈炯明不用讲，不久之前还是立宪派，他这张头面上还是挂着志议员。胡义生跟陈炯明在24号会议上面，当时就告诉黄兴，状况可能不妙了，因为满清政府最近盘查得太严，导致很多我们购买的军火都没有办法运进来。因为当时水路跟陆路都被封锁了，所以运进来的话非常的危险。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们认为说钱也不够，因为你运军火要钱，人移动要钱，通通都要钱。钱不够的话，他们两个当时就请黄兴跟赵生，你们两个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再把起义时间再向后推迟，最好能推迟到26号。各位，你要去想一件事如果起义的时间越往后推一天，危险度就会加大。对，因为你被查获的可能性就会非常高。满清政府这时候可想而知，一定也是到处派密探，到处在侦查革命党窝藏在哪里，军火藏在哪里，这些手上挂着菜篮走在街上的女人，到底菜篮里面装的是什么？他们都会盘查的。当时有很多人反对的，说现在大家都已经讲好这个时间，你想想看，现在不是改变时间，我们在 LINE 上面群组一发，大家都知道，不是这样
你要改变时间，你就要派人去通知，对不对？对，所以这难度就会加大，讨论了相当久哈。最后赵生因为在广州也待的时间比较久，而且前面讲过很多新军都是他的老朋友，赵生当时就认为说，如果我这个时候到广州市的话，会非常的危险，因为勘察非常紧。当时赵生就认为大家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不要被查到哈。赵生后来就以宋玉林为他自己的代表，跟黄兴磋商。黄兴到了广州之后，也是发现准备工作做得不好，因为他准备要响应起义新军第二标，对，里面有许多新军的士兵，在农历4月初的时候大批退伍。其实我告诉各位，很多书上是记载大批退伍，其实真正原因是满清政府把这些被怀疑是革命党士兵就把他们开除了。我的看法是这样，国民党的党史汇编的资料也有类似的看法，就是大概基本上到了农历3月29号，阳历的4月27号左右，这个时候整个起义的风声已经被满清政府在基本上已经掌握，这是满清政府的防备也已经加强。所以各位，前面刚刚学弟讲到，这是一场突袭战，对不对？对，如果机密泄露，对不对？敌人有所防备，那你突袭战的效果自然就会大打折扣，也会增加很多人员的伤亡。我想这里面关键就是清朝到底是怎么准备的，因为你要突袭嘛，那清朝的应对很简单，第一个想办法把革命分子给排除出去，第二个加强查缉，第三加强他的部队机动性。首先呢，就是在广州城驻军哦，那其中呢原本是属于新军革命党的重灾区啊，就是广东新军第二标啊，大概有3000人哦，但是大家要想哦，本来内部有大量革命党人，结果很多都被退伍的名义除掉了嘛，所以这个第二标里面到底还剩下多少是革命党人？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到今天可能也不能知道，更何况是当时的黄兴他们也没办法打开战争迷雾啊，谁是自己人，谁不是自己人啊？另外，因为暗杀了广州将军的关系，李准提前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啊，包括呢，他们就准备了炮艇还有水兵来进行。像李准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还有另外呢也调动了整个广东的警察，又是怎么样来布置的？好，我告诉各位，其实战斗力最强，而且对清军的效忠程度基本上没有问题，就是李准的水兵营。而且最重要一点是，他很有跟革命党作战的经验。当这个风声传开之后，李准就知道不妙了，一定会有事发生，所以李准就开始做准备。当时整个广州城里面，真正有作战经验的也就是李准。李准就立刻将他麾下的，据说是两广总督在庚子拳乱之后，跟英国购买的4艘炮艇，全部调驻在珠江码头，而且3不5时就在珠江上面巡逻，有任何动静就立刻可以加以行动。另外，水师提督到底能掌握多少部队，我们今天不太确定哦，因为我们看有资料写说500多人，也有资料写说数百人，我们姑且就说一个营嘛，因为当时也有人称水师叫水师营嘛。所以大概就是一个营的兵力啊，300-400人。这300-400人都是李准一手带出来的，我相信他的战斗力不在新军之下。另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虎门炮台。各位不要小看虎门炮台，虎门炮台当时对外可以对外海轰炸，对不对？对内可以控制珠江的水域。谁控制了虎门炮台，珠江的船就开不出去了。因为就在他的火炮的射程范围之内。对，李准也派了人去顾好虎门炮台。所以基本上李准能做的工作都做好了啦，而且李准手下只有几百人，如果李准手下有几千人，我看他已经先发制人，把国民党老巢抄掉了。另外还有一支武力是广东的警察，就是所谓的巡防营啊。当时巡防营有大概2个营，据说一个营大概400-500人，大概将近1000人，装备是还不弱啦。据当时的人的记载哈，该有的步枪、手枪大概都有。先强调一下，当时广东的新军第2标跟李准的水师部队里面是有马克沁机枪的火力是非常强大的基本上广东地区的清军的装备，当时在全国来讲算是还不错，因为广东还算有钱，而且广东自己有兵工厂。革命的风声在3-4月一下放开之后，当时的两广总督张明启就把这1000人主要调集在两广总督府附近防守。各位你想想看，你要是黄兴在前进指挥部面，看到两广总督府附近竟然调了这么多部队，你心也凉了，对不对？对。不过我们必须要讲，黄兴是非常勇敢的人，照干。这个人真是了不起，而且我最佩服黄兴一点是，他每一次都这么危险，他每次都还能够逃得出来。因为你不要笑啊，我看很多人嘲讽他，说他是常败将军，然后还有一点是说他每次都逃走，不对，他是战败撤退。我告诉各位，战败撤退跟逃走不一样的，他是真正过硬仗，然后全身而退这个本身在军事上是对的，我们不要去笑他好，那黄兴刚才看到对面清廷的准备是越来越严密嘛，但是这里面气势还是非常高涨，因为这一次黄花岗起义当中有非常多年轻的要角。那我们这边就来介绍几个蛮重要的人物了。首先想请学长来跟大家介绍云觉明、林以明这一对堂兄弟啦。那他们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革命之前呢？
每次看到黄花岗72烈士以及当时参加革命这些人物，就会让人感叹，对不对哈？都是有大好前途的年轻人，中国社会的精英，对不对？可是却愿意为了当时挽救整个国家的危亡，献身革命哈。林觉民跟他的远房堂弟林以明都出身福建的侯官林氏。我们知道福建人比较擅长通商，但侯官林氏是福建主要的几个家族当中很少数就是以诗书传家的，所以他们家在近代以来出了不少了不起的人物。除了林则徐之外，另外就是我们现在要介绍这位林觉民，他还有一位堂哥叫林长民。这个林长民先生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女儿，就是中国的建筑学大师林徽因女士，对不对？先讲一下林觉民在1902年的时候就考入了福州全闽大学堂，因为功课相当好。后来毕业之后就考入了日本庆应艺术大学文科，攻读哲学。各位请注意，他不是像很多人去日本读个什么师范学校、速成学校，他是考上正规大学哦。这当时是非常不简单。各位，庆应艺术的创办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创立庆应艺术，就是为了帮日本储备明治维新所需要的人才。你就知道这所学校在日本的地位有多高。请注意，这个时间是1907年，他进入庆应艺术读书之后，就在同一年认识了黄兴等人，立刻就加入了当时的同盟会啊。加入同盟会之后，黄兴等人对这个人非常的看重啊。孙中山后来在东京也见过林觉民，对这个孩子非常的看重，觉得这个小孩不但相貌堂堂，而且口才辩捷，文笔又非常的好，最重要的是心学程度很好，就认为将来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我告诉各位，所有见过林觉民的人都说他相貌堂堂。他就在1911年的时候，他收到了黄兴跟赵生的通知，准备要发动黄花岗起义。我告诉各位，这个在1908年、09年、10年这3年的时候，林觉民在日本非常的苦闷，他很想找机会能为革命献身，就没想到上面的大人都在吵架，就导致了这些小朋友就非常的苦闷啊。甚至于当时几个东京的留学生讲，我们干脆制造炸弹回去，我们乱丢算了，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哈。不过林觉民还算是有头脑了，据说每次找同志这样讲，他说我们都苦闷，但我们大家忍耐，不要随便牺牲，有成功的机会我们再牺牲哦。他在他的同辈当中俨然就是意见领袖。后来他先参加了当时的槟榔屿会议，然后在槟榔屿会议当中，他又见到了黄兴跟孙中山，尤其是黄兴对他劝勉有加，说将来革命就要靠你们哦。当时他也义无反顾，可以说是不断的毛遂自荐，希望自己能够打第一线。黄兴当时也就准许他了。4月27号的时候，就跟方生栋等人加入进攻两广总督府。我们今天对林觉民最熟悉的一点是，他在发动进攻之前，留给妻子陈意印女士一封非常有名的林觉民与妻诀别书，各位少年夫妻，而且这时候他们已经有孩子了哈。这一封感人肺腑的诀别书可以说是遗书，所有读过的人都说这一字一泪，甚至当时有洋人的报纸在租界里面的华人青年读完诀别书后，蹲在路边嚎啕大哭，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哈。你就可以知道当时青年人为国家民族献身的那种革命的决心，不是讲讲而已哦，是真正将自己的生命燃烧贡献给国家跟人群。可以说这种决心就在这个诀别书字里行间可以说表露无遗啊。与妻诀别书，其实光第一段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悲壮的情绪哦。吾竟以此书与入永别矣啊，就是说跟你来诀别啊。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啊。好，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尽书而欲览笔。但是呢，又恐汝啊不察吾衷，为吾啊人舍入而死也啊。什么意思呢？又怕说啊你没有办法体察我的心意啊。你以为呢？为什么我会愿意舍弃你而去死啊？为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啊。就是说你呢，其实不想要我来死掉的哦。故遂忍悲未入言之啊，跟你讲几句话哈。吾自爱汝啊，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啊！然遍地金山，整个国家很糟糕，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啊？什么意思呢？这个国家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到处呢都是狼心狗肺之徒啊！他们那么的嚣张，哪一个家能够保全呢？司马春山无不能学
太上之忘情也啊，就像司马相如跟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嘛，我没有办法向他们学习啊。语云啊，仁者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无充爱汝之心啊！哈，助天下爱其所爱，所以感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提吾之心，于涕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简单来讲啊，就是以大义而优于私情啊，而且他相信他的太太能够理解他的用心啊。哈，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谋永福也。哇，天啊，这简直是说当牺牲我跟你的幸福啊，为天下人谋永远的幸福啊。真是服了。对，难怪他写不下笔，我们读都快读不下去了。所以可以看得到他们是有多么的决绝了。哦，我们会看到林觉民子弹打光，然后最后被清军逮捕。在审判的时候，无论是当时的两广总督张明启，另外还有水师提督李准，在审判林觉民的时候，对他的才学气度，跟他置生死于度外这样的一种勇气，感到非常的动容哈。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就在这一次的黄花岗战役当中为国捐躯了。那另外林以民也是相当的壮烈啊，他倒是没有留下遗书啊，不过呢，在革命的时候也是拼尽全身哦，当场就战死了。学长，没错，林以民早年的时候也是一个留日学生，其实他跟革命党接触的时间还比林觉民要早一点，不过他后来跟林觉民一样，都成为革命党里面积极活动的分子啊。最后他也是担任选锋之一嘛，在进攻两广总督府的时候就壮烈成人，当场就战死。可以说林家这一次折损2员壮丁啊。我讲一下林以民当时怎么样子被捕的哦。他当时是这样啊，他冲在前面第一线啊，然后拼杀啊，他的斗志非常的昂扬啊。据说啊，力杀数十敌。那我也知道，因为调了1000个警察来哈，你这一队100人是要跟他打什么啊？据说身中10束弹啊。不过因为当时的子弹跟现在子弹还有一点差异哦，当时的子弹它的弹头比较轻小啊，所以一般来讲它可能会有打伤，但可能没有办法一次打残哦。可是这很痛啊，但在鲜血淋漓之下呢，他越加的奋力抵抗，战斗呢是越来越速度哦，而且据说他一边打一边声如雷吼啊，一直冲杀，清军看了都会怕，他说哇，这个人疯了没有成？可是呢，全身都是血的一个人，对吧？对，他大概就是完全豁出去了，拼死到底了。但最终啊，有一个榴弹打到他的脑袋，当场把他的颅骨给打碎了，血流如注，就壮烈牺牲了。时年只有24岁啊，所以都是非常非常年轻。他甚至比林觉民还年轻啊，你可以看到这些人。那另外还有一位啊，也非常有名，是方生栋哦。学长，方生栋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对，林觉民是福建侯官人，方生栋也是福建侯官人。我告诉各位，方姓是闽北大姓，方生栋跟林觉民家有一点不一样。方生栋就是标准的福建人，他们家4代经商，而且他们方家在南洋还有很多亲戚，所以可以说是见过世面的啦。他的父亲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富商。据说他的父亲为了让方姓的家族的小孩都可以读书，自己开了一间私塾，让所有姓方的孩子可以进来读书啊。有一段时间因为经商的关系，还跟他爸爸到过汉口，还在汉口也读过1年的书哈，眼界就不一样啊。1902年，他跟方声涛还有他的姐姐方君英一起到日本读书。各位，这时候女孩子要出国读书真不容易啊。对，代表他们家经济真的很好，而且观念很开通，可以让女孩子出去读书啊。他跟他哥哥都进入到东京的成城陆军学校，就学习陆军啊。在学期间，他就积极的参加政治活动。在1903年的时候，他还加入过抗日义勇队。后来抗日义勇队在满清政府跟日本政府的取缔之下就结束了，让他非常的愤恨。他入会时间比林觉民早，而在1905年的时候，就跟他的哥哥方声涛、他的姐姐方君英，还有他的嫂嫂曾醒等人就加入了刚刚成立的同盟会，而且据说他们家当场就捐了500余元，500余元都可以买栋楼了吧？孙中山很高兴，因为在这之前福建人加入革命的不多，对，这等于是一个家族，整个姓方的都加入了。所以孙中山也发现这几个福建人的程度都很好。后来因为方声栋一直在搞革命，就他被日本的成城学校给开除了，开除也无所谓，他功课相当好，考上日本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就今天日本的千叶大学医学院。但是他到医学院读书，为了研究化学，因为他认为如何配制火药非常的重要。学医是去救人，他学医是去炸人啊。据说他还颇有心得，在1908年的时候，他又回到国内，在汉口跟王乙结婚，婚后又带着他太太王乙回到日本一起学医。后来王乙就变成一个医生，他们2个人当时决心准备要在中国开一间妇产科医院，救助贫苦的产妇。后来王乙也加入同盟会了，
在日本期间，方生栋曾经负责往返在中日之间，作为联络人，秘密的运送军火，联络各地的同志，另外发展在福建地区的党务啊。后来他成为同盟会福建支部的部长。在1911年的时候，他在日本担任同盟会支部的部长的时候，当时黄兴在香港已经开始联络各地的同志起义，结果黄兴的名单上竟然没有他，这件事情让方生栋非常生气，方生栋甚至亲自到香港去找黄兴吵架，怎么可以没有我呢？黄兴是跟他说：“福建的事情你还要负责管呢，你怎么可以来呢？”他说：“不行，这一次我非上不可。”最后在他的自告奋勇之下，而且最让人感动的是，他的太太完全同意，说我这个先生就捐给国家民主了。他的哥哥嫂嫂也非常的鼓励他，他说我们方家终于要出一个大人物了，而且他哥哥跟他讲说，你去没有关系，牺牲了将来第二波就是我上。后来他就在广州起义的前夕就写了一封信，告诉他父亲说为什么我要去革命。方家确实了不起，孙中山曾经说方生栋他们家就是一门同会啊。你看我们这边图卡你会看到哪有一个革命家族啊，姐姐哥哥弟弟嫂嫂太太全部加入啊，无一遗漏啊。不过这也展现了福建家族的这个传统，就是他们家族很团结，但他们家也做分工有些没加入同盟会在干嘛？去赚钱，就提供家资嘛，维持家风嘛。这可以看到福建的家族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刚才讲到方东写了一封信给他爸爸嘛，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感动。复议前禀父书了，就说我要慷慨赴义，我跟爸爸讲一下。他说父亲大人膝下贵禀者，此为儿最后亲笔之禀，向爸爸报告这是儿子我最后的一个家属。他们都是以父死没死可能是捡到的，死掉是正常的。此禀果到家者，则儿已不在人世者久矣。什么意思？如果这个家书到你那边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而死不足惜地次之事未曾禀告大人，实为大罪。我呢是死不足惜但是这一些事情呢没有告诉爸爸，就是说这是一个天大的罪过嘛，因为身体仿佛受之父母，故临死将其就死之原因为大人陈之那我将我为什么要去死的原因告诉爸爸您了切自满洲入关以来凌虐我汉人无所不至，弃于今日外患逼迫，瓜分之祸已在目前所以你可以看到满洲入关以来虐我汉人这个是受到光复会的影响不能接受满族的统治，已经有这个大汉思想，虐我汉人无所不至嘛，到处对我们汉人剥削凌虐到今天呢外患逼迫瓜分之祸，所以代表他有国际观各位，他都知道瓜分危机满洲政府犹不愿实心改良政治以图强盛，这也代表什么？方家搞不好本来也有一定程度的立宪倾向对，有，他们家很多人也支持立宪。是的所以立宪搞到了1911年整个失败的状况，跟皇族内阁的成立，其实基本是把整个清朝人心冲散你从这边你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状况仅以预备立宪之空民玄惑内外之官听你看意思就是说你预备立宪玩假的嘛你只是在骗大家而已嘛。必欲断送汉人之土地于外人，你一定把中国都送出去土地都割让。我想福建人有一点特别感受，为什么呢？台湾被割让嘛，然后使大快于其心就是说这样子满洲人就高兴了吧？是以满之政府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免于危亡如果满洲政府一日不垮的话，中国完蛋了故欲保全国土，必自驱使满。如果要保全国土的话，一定要把满洲政府给搞倒此故人人所共之也，而蓄此志已久我志向已经蓄积了很久只待时机未至，故隐忍未发。因为时机还没到，所以呢我一直没有冲一发那踏者与海外同志共谋起义，以扑满政府，以救祖国就是说呢终于呢跟我这些海外同志呢有机会把满清政府打倒来拯救这个祖国，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救祖国就是这一次失败则中国不免于亡，4万人皆死不特而一人。如果失败了，那4万人就是指4亿中国人通通完蛋了，也不只有我而已了如事成，这4万人皆生，而虽死亦乐也。如果成功的话，那中国4亿人得到的解救我就算死了也很开心只以大人爱而切但是你对我的怜爱是很深的，故临死不敢不为禀告。因为要死前，我不能不跟你说，望大人呢以国事为心，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那希望呢，爸爸您呢就以国事为重不要对我的死太伤心那这样子呢，我就很宽慰了又是个从容赴死的人
对，没错，跟他爸爸做一次诀别了。对哈，了不起哦，真了不起，很了不起。后来放生洞怎么样呢？我们后面再跟大家做解释了哈。那另外还有一位号称炸弹大王啊，郁培伦，这一位又是谁呢？郁培伦也是革命党里面省级比较少见的四川人。这一次黄花岗起义是中国各省精英的大集合，我们从这些人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哦。郁培伦他们家也算是书香世家，主要就是考科举啊，属于比较传统的读书人。而到郁培伦这一代，我们知道当时中国开始有留学热，所以郁培伦后来就在1905年的时候，跟他的弟弟一起到日本读书。据说他功课非常的好，他非常擅长化学、生物这一些科学啊，所以他在1905年的时候就考入了当时的日本的千叶医科专门学。对，他跟方正中有一点一样，就是他去读医学院的目的是要去熟悉各种的化学材料，以便于制造炸弹。他在学校的实验室里面就发明了各种火药、炸药的配方，而且自己还写了一本书叫《安全炸弹制造法》，把他所有这几年制造炸弹以及配置火药的经验写在这本书上，给以后的同志们做参考。各位很难想象，所有见过郁培伦的人都说他个头矮小、面貌清秀，竟然天天做炸弹。这是告诉我们一个人不可貌相，所以他当时在革命党里面绰号叫炸弹大王。他到放假的时候就带着他那些革命同志还有他那些同学们到荒郊野外去试爆他的炸弹给大家看，每一次都让所有人啧啧称奇。他也被日本警察逮捕过一次，因为日本警察有一次晚上临检，发现他的背包里面有大量的炸药，这到底在干嘛？还是学校的日本老师出来把他保出来，不然他在日本就坐牢了哈。因为他在1909年的时候在日本他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让他非常崇拜，就是汪精卫。这种汪精卫文笔好，长得又帅，口才又好。当时汪精卫就跟郁培伦讲：“你制造最好的炸弹，改天我回中国就杀一个大尾的给你看一看啊！”这就是汪精卫后来去刺杀载沣啊，原因就在这边。换1910年的时候，汪精卫跟黄复生等人就去刺杀载沣，但是没有成功。据说整个炸药还有那个定时器的设计就是郁培伦，差一点就把载沣给干掉了哈。后来讲1911年1月的时候，他也到了槟榔屿，见到了黄兴跟孙中山等人，他当场就告诉黄兴跟孙中山，他没有别的专长，他就是爆破专家。到时候发动革命的时候，你要我冲最前面也可以，你要我先潜入到广州市各地去埋炸药，做这个爆破破坏的工作也没有问题啊。黄兴非常开心，就没有想到革命党里面竟然有这位自学成才，完全靠自修，竟然就把炸弹制作给学会。然后当时他从日本的实验室多年来囤积的偷枪出来的许许多多材料，他就把它制造成各种的火药跟炸弹。当时黄兴等人就答应他担任旋风后来果然在进攻两广总督署，当时郁培伦一边丢炸弹，另外他扛了一个弹药包，在广州总督府周围到处跑干嘛？各位知道，发弹药给所有的同志们，这边打一打没子弹，他跑过去把弹卸下来给他，那边打一打跑过去把子弹卸下来给他，非常勇敢的一个孩子，对不对啊？然后满清政府的军队就清军向他扑过来的时候，他就从他的背包里面掏2颗炸弹丢过去。就在总督府边炸得一团乱，就是他最后很不幸因为他体力不支，再加上他又被枪击中受重伤，被抓到不久之后就遇害，跟林觉民等人一起从容就义了后来民国之后他也被列为72烈士之一。这边补充一下，郁培伦的弟弟郁培利啦，郁培利呢也是跟他一样一起加入的同盟会，所以我现在发现刘志真是害人不浅的感觉是不是兄弟姐妹各家一起加入，通通跑去做革命党？这里也验证了我们前面所讨论到了，孙中山到了日本之后，其实对于立宪派最大的压力是年轻人大多数就往革命去了，而且这个影响力是非常非常深远。大家考量到孙中山很多时候也不待在东京他也是到处跑那他的手下这些人，包括像黄兴汪精卫，每一个都极有感染力。所以革命思想最后被满清政府当成是病毒思想不是没有这个奇怪的。那郁培利呢，他甚至也曾经参加河口之力，不过呢，他赶到安南的时候因为呢已经失败了，我们之前也有讲过，请大家看前几讲所以后来他也是跟着革命党在法属印度支那跟清帝国的边界就是到处辗转也是在那边就打革命的一个部分最后还有一位我们也想介绍那是谁呢？大家知道吗？其实在这场革命里面有台湾人出现对，没错。
所以才说是普遍响应，连台湾当时已经被日本殖民了许久了。那这位是谁呢？好，我们下一讲再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啊。总而言之呢，我们今天讨论的黄花岗革命一些比较前面的部分啊，这个革命其实很复杂，而且很冗长，故事过程啊曲折百出，把他们的故事给告诉大家，也是要告诉大家革命是需要多大的勇气，还有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有多得来不易的。也希望大家记住这一些烈士们他们的牺牲哦，而且2封家书都让人可以感受得到救大义而舍自身的情怀，是让人非常感动。其实这里我们可以做个总结啦，你可以从广州黄花岗起义里面，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孙中山有信心，因为当时他的身边都是这些年轻人，而且整个氛围是渲染到全国里面去。所以孙中山他认为啊，只要拿下广州，只要击毙两广总督，或者是把他给抓起来，那全国的响应也就只是在弹指之间，很快就传染出去了。但也确实啊，他的判断并不是错的。但是问题是，广州呢，因为清军的重度设防，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要起义成功不是那么容易啊。但是到底这个广州黄花岗起义是怎么样的转变，最后怎么样的结果呢？当然，我们下一讲我们再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啊。但总之，我们要了解到革命呢，它是一步一步一步推高的。你看，我们讲到现在，你真的会很有感觉说，哇，这真的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波澜壮阔。非常感人，然后整个清政府像叠了一大堆的干柴烈火炸药一样，几乎是要一点即爆，只差一个时机点。那我想这也是黄花岗起义为什么那么值得我们的深度去探讨，因为没有这个黄花岗起义啊，后面的武昌起义能不能那么顺利，你在现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样的一个氛围的渲染是很重要的，好吧？那关于到底是哪位台湾人也跑去打黄花岗起义哦，这个起义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这起义真的是不止一波三折，一波恩恩折啊，一拖再拖啊，问题很多啊。可是革命志士处理失误吗？是黄兴的决策错误吗？到底发生什么故事呢？我们就下一讲再跟大家讲。那最后呢，要请大家一定要帮我们订阅起来，我们现在30万订阅募集中，麻烦大家。另外大家一定要加入我们的会员，我们现在呢都有会员完整版，还有花絮版，让你看不够的人看你看得过瘾啊。那另外欢迎大家可以超级感谢留下你的建议跟看法啊，我们都会回复，也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啊。还有呢，最后也可以线下的赞助，绿界 PayPal、微信、支付宝、邮局，更多2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那我们今天再次谢谢学长，好，谢谢学弟，谢谢大家。好，那我们就期待下一场再相见啦，拜拜。拜拜。